你说现在的女孩子为啥不想结婚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她们是不想再找个祖宗来伺候了，自己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找个男人干嘛呢？缺个爹呀！你再看看那些男人，他想找一个像妈一样的女人来伺候他，可他呢还没有办法做到像儿子一样听话，他又想找个乖巧的像女儿一样的媳妇儿，可他呢又做不到像爹一样的去呵护他。不想结婚的就不结啊，我就不结。我到现在没有任何想结婚的想法，没有任何想要生子的想法。我现在自己过得太开心了，我根本想象不到你让我结婚，突然间多了一堆的那种家庭，然后这那的，受不了一点儿，我就得自由自在的。我想赚钱的时候我就赚，我不想赚钱的时候我就休息，想旅游我就去旅游，我想买啥我就买啥。尽管中国政府采取很多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，但最新的官方统计显示，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。短短10年的时间，结婚人数竟然腰斩了一半。在新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生不愿意结婚呢？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比较活得自我，自己开心就好了，不会因为父母的逼婚，我去选择一个就是自己不爱的人啊，没有感觉的人。现在的女性普遍比男性更懂得打造自己，赚钱经济能力方面，逐渐的女性比男性要更厉害一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独居生活日记。大年底，今天应该还是一个人过年，晚上约了姐姐一家，他们要去海南过年了。临走之前呢，再跟我这个孤家寡人一起吃个饭。姐姐家2个小孩，每次去他们家都鸡飞狗跳的，我实在是不喜欢小朋友，但还是准备好心情，准备去迎接热闹。说实话，我对快递的期待都比对过年多。送自己的新年礼物等不及了，现在就想给你们看。我一看到网上那种催生的视频，我真的觉得压迫感很强。别人我不知道，我就说我自己啊，一个32岁的优秀青年，你以为我不想生孩子吗？我想生啊，我去父留子我都想生啊。关键你说我有那个经济实力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说现在小孩出生对吧，奶粉尿布，然后他们的用品卖的比大人都贵，你给他特便宜的买吗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然后小孩长大了，什么兴趣班、补课班、培训班，还不算什么冬令营、夏令营啊，什么要带他出去旅游啊、看世界啊，你不给他上吗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你说我出去挣钱，对，但是我每天要辅导他功课，我要接送他上下学啊，你说我哪来的时间挣钱？现在最令人震惊的不是90后不想生孩子，也不是00后没兴趣结婚，而是80后竟然站出来支持孩子们不结婚不生孩子。特别是大年初4，新的婚姻法一出台，更多人纷纷表示不愿意迈入婚姻殿堂。你敢信不？未来就算女人把饭做得再香，地板擦得锃亮，家务干得没话说，带孩子累成狗，只要不赚钱，离婚后啊啥也捞不到。不结婚不生孩子，在家晕倒了都没人管。这种话吧，你只能对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人说，像我们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的，因为你都结婚了，你都生孩子了，你是不会晕倒的。你怎么可以晕倒？你怎么有脸晕倒的？你晕倒了，家里饭谁做？你晕倒了，家里卫生谁打扫？你晕倒了，锅碗瓢盆谁刷？你晕倒了，孩子上下学谁接送？你晕倒了，孩子作业谁辅导？你都结婚了，你都生孩子了，你是不可以晕倒的。那倒下去之前都得扇自己一巴掌，不许晕。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日益恶化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。中共民政部2月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610.6万对，离婚登记数为262.1万对。而在2023年，全国办理结婚登记有768万对，办理离婚登记的259.3万对。两组数据对比看，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比2023年减少了157.4万对，下降了大约是20.5%。离婚登记数则增加了2.8万对，上升了约1.1%。98年失业回老家，被催婚的一天，果然到家还是没逃过催婚。虽然比预想的晚，过年那几天，我妈一直没有说结婚的事情。就在前2天，我表姐订婚了。我去帮忙布置现场和拍摄照片，我爸妈也去参加了订婚宴。可能是看到我表姐订婚了，再加上之前我表妹也订婚了，所以我妈就开始着急了。今天还问我怎么想的。你姐跟妹妹都定了，本来你啥时候定的？我啥时候是你中的心，啥天没有中的。我今年28岁了，没结婚，没恋爱，一个人在深圳过着独居的生活。每个月7000的工资，我能存下4500。我太爱这种低欲望的生活了。
在深圳这个大城市，加上房租水电，每个月只花2500左右。我是怎么做到的？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40以内。今天又加了1个半钟的班，回到出租屋已经8点了。今天的晚餐，出租屋剩什么就吃什么。平时很少买衣服和化妆品，减少没必要的社交娱乐活动。87年属兔的，今年38岁了，大龄未婚，现在在深圳租了一个房子，房租400-600，天天躺平。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睡醒了有点饿了，起床去煮点吃的，就来个红枣银耳汤吧，这个养生养胃啊，补血。吃完了呢，把收拾一下，洗洗干净，这就是我的小厨房啊。以前还是挺想结婚的，想有个幸福的家庭，现在啥也不想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结婚，都说结了婚以后压力大，彩礼高，结不起。我推荐你们60岁以后再结，60岁以后再结婚，它的好处非常多。第一啊，最起码你有一定小小的存款，能够支撑经济压力。第二呢，你能够吃低保、吃社保。第三，不用生小孩。中国单身大军正在迅速膨胀，有数据显示，25岁以上人口的未婚率已经突破了70%，30岁以上的未婚比例更是接近了1/3。单身人口预计在2024年底会突破3亿人大关，相当于每4个人当中就1个单身。那为什么中国年轻人都不想结婚呢？网上很多分析都认为，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未来。目前中国经济严重下行，很多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。结婚已经变成一场又贵、风险又高的豪赌，而且结婚成本高得离谱，除了平均花费，再有房子、车子、财力都是巨额负担。尤其在很多农村家庭，不得不掏空2代人的钱包来给儿子买婚姻。我们那里娶个老婆也有100多万。哎呦，你哪里的？我是江西的。你们那里有钱？没钱，都是打工的、种地的，哪有钱？你没有，她不嫁给你啊？对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那里，我跟你说，是什么情况？娶媳妇不要多少钱的呢？就你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学本科生，就是有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是吧？之外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没有个50-60万，你搞不定的。他如果在你的生活的不好的话，可以跑来呀。如果说你是借钱娶的媳妇，他过来以后，他马上就跑。对，他哪怕生了孩子，他也走。不要再催婚了，是我不想结婚吗？不是的，我跟我对象谈了快要4年，我做梦都想跟他结婚。我感觉如果真的能够娶到她的话，结婚的那一天，我就是打了胜仗的将军。可是我结不起呀，真的结不起这个婚，因为我的工作太不稳定了。我毕业到今年，我基本上1年最少要换3份工作，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失业、辞退、公司破产、没得钱、发不出来工资，杂七杂八的各种理由。你看不见希望的时候，你还会结婚生孩子吗？你以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幸福吗？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男人挣的钱他不够养家，普通人的工资就挣那么个3000-5000的，他够吗？够吗？再有房贷，再有车贷，再有这下一代的养育，他根本就不够。你们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是负债的，有存款的有多少？现在的人被房贷、车贷、下一代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如果说过自己的日子还能凑合，一旦拉家脱口的，根本就养不起。结婚率下降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是原因之一。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男女总人口性别比例是104比88，也就是说呢，100名女性对有104.88名男性，这也就注定了有大量的男性单身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，30多岁的自己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女朋友，找不到老婆。该有的都有，工作、车子，也有一点小存款，说很优秀，起码是个男生，长相也还行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关于催婚这件事，我爸妈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今天一大早，他说他要去把我家房子后面那棵树，还有东北方向那棵树，这2个树要给他砍掉。他说他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终于找出了原因，就是因为这2棵树阻碍了我跟我哥的婚姻，所以必须把它给办掉。在农村，2个儿子快40了，还在打光棍，作为他们的父母，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现在是凌晨4点钟，零下8度，我妈就起床生火做饭了。
其实我也劝过他们很多次，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早起来做饭，买个3、5块钱包子就可以解决早餐问题。可是他们说我跟我哥还没结婚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早上还是有点赶的，因为6点多我爸妈就要出去干苦力了。这个点外面真的很冷，起床很需要勇气。我啥都不干，双手已经冻僵了。剩男问题无法解决，而那些住在大城市的高学历、高收入却未进入婚姻的女性，也承担着结婚压力与单身的污名，甚至被贴上了剩女的标签。8年的，快40岁了都没有结婚。我以前一直觉得事业是最重要的，男人嘛，可有可无的。可是当我事业失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没有婚姻，你的人生是完全没有支撑的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。可是当我回头再去奔婚姻的时候，我年近40了，也不是说这个年龄就一定嫁不出去。可是坏就坏在我总是会觉得，我奋斗半生，考大学、考研、赚钱、买房买车，到头来再找一个愣头青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的话，我不甘心了。40岁西安大龄剩女都被骂惨了，说呀，你都快绝经了！我娶你回来是给你养老吗？悔不当初呀！刚刚呢，我在身后看到了一个女娃，她是80年宁波人，现在已经定居到西安，在私企当领导呢，月薪有个3万多。结果呢，被旁边一个乡亲的男娃给嫌弃了，说你都快绝经，我娶你回来给你养老吗？直接给他搞崩溃了。都说这个女娃要独立，现在的自己呢，事业也稳定了，经济也独立。以为啊自己就是优质的女娃，谁知呀来到这个相亲市场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淘汰物。我真的是有点同情她。希望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拿着七彩祥云过来跟我说，我终于来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。我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就1.8米以上，然后长得帅一点，皮肤白一点，得幽默，哪儿人无所谓，但是得有自己的事业，是不是这个要求有点高了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